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泰，我又来到了我们这个村山中的一户独户木房子这里。我记得我上次拍这个视频的时候是在夏天吧，现在已经是冬天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一个状态啊，依然是没有人居住哈，主人家也不在。这里呢，公路也通了的。那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这里的环境，特别是夏天哈，可以过来这里避暑啊，享受一下这个农村的这个生活啊，享受一下在山村里面孤独的这种感觉啊哈。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公路呢，从山下直接爬上来的。我们的村呢是在那个山头那里有个路，看到没有？那个路过去，再下沟，再上去，在那个山顶去了啊。最前面那个山顶那个位置去了啊，我们的村庄是在那边去了啊。所以说到这里来的话，有10公里左右，也就是说这里其实是非常非常偏的。而且它这里呢，正好就是一独户人家住在这里哈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个整个周围是没有人居住的。只有他一户人家住在这里，整个后面呢是一个山坳，看到没有？这边是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悬崖啊，这边是一个小坳啊，然后这里是山，但都不是在这里感觉都不是很大哈，在山脚下的话就感觉这个山是很大的。然后咱们可以看看，这个是以前的这个老水缸，看这个是石头是吧？几块石头拼到一块的。这边厨房是有改造过的。这个整个房子里面是空空的，有一些农用具还放在里面的。就是我之前也跟大家说了，它这个整个这个前方的视野是非常的开阔。然后大家看一下侧边的话，有几块这个比较平的土，是吧？然后这块门口这一块也非常大，这块土应该是有半亩多地吧，这一块土也是比较大的。然后整个前方视野非常好。大家可以看到对面没有？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哈。整个对面就是仁遵新高速，就是会从那里过，看到吗？一排正在打桥墩。从这里过去的话，大概是几公里吧。所以说它这个地方的话，以后的这个交通是还是方便的。从这里下到山脚下的话，就会有一条路平的过去。过去呢，对面那个地方是会有高速路口的，会有一个高速出口的。所以大家城市里面的朋友，如果想到山区来居住的话，那么相对来说，虽然说现在会特别山区哈，但是等到那条高速路通了之后呢，它就不那么山区了。因为你可以想一下，从这里去到高速路口只有几公里路。你能算特别山区吗？其实就算不上了哈。所以啊，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？这个房子丢在这里确实是很可惜。现在的话确实就是交通这块，因为市区过来有50-60公里，确实不是特别方便。如果等到高速路通了之后的话，这里相对来说就比较方便了。如果大家觉得这里可以是吧，看得上，那么大家可以到时候呢可以收藏一下这个视频。等到夏天的时候呢，如果大家想到山里面来住个1个月2个月的，其实到这里是可以的，主人家呢肯定是非常欢迎的。像这种地方呢，它这个整个房子呢，其实它放在这里也是扔掉的。我说老实话，再过个3年5年不住人就坏掉了。那有个人来帮他住一下看一下，他应该是很高兴的。所以说我个人觉得，你要说给他多少租金，其实他也不会说要你太多的租金，有可能就是意思一下而已
啊，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。其实大多数的老百姓呢都是非常朴实的，大家也不要想的太多哈。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这个相处啊，就是简单一点好。其实老百姓他就是简单的。喜欢这个地方呢，大家记得收藏，之后呢，等到夏天的时候呢，想过来呢，然后那个时候再私信我也是可以的哈。还有什么信息大家需要了解呢？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好了，这一期视频呢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泰。现在呢，我在遵义市播州区这边的一个大山里。大家看到我旁边这个沟渠呢，是从这个悬崖上过的。这个沟渠呢，是草王坝村的一个叫黄大发的老人带着当地的群众，从上个世纪开始修的。他们修这条沟渠总的花费36年，这条沟渠的总长度是9400米啊，它跨越3座大山，经过3座悬崖，这个呢就是其中一座悬崖。可以说当时修这个渠道的时候是非常艰险，因为我们家呢就住在这个山对面，经常的会听到这边的这个石头啊噼里哗啦的往悬崖上面滚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多么的这个艰险哈。当年修这个渠道的时候，那个时代呢，而且没有任何的这种机械和先进的这种工具哈，全是靠人工来凿啊，前边用那个炸药稍微炸一点炸着走呢，后边用人工全部是排险凿着走的，所以非常的艰苦哈。